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燒菜，這個是我們的正宗土麻鴨，然後燒這個田螺，相信大家也是第一次聽到有這種菜。其實這個菜很簡單，就是用到1點火鍋底料，再加3個香料：八角、白芷、桂皮、福建辣椒王，加這個青花椒。好，現在我們来先把鴨子給剁了。選鴨子的話，我們選這種稍微老一點的土麻鴨，把它脚掌削掉。這是黑的，然後給它剁開。剁的時候，我們把脖子这裡給它切開，找找有沒有淋巴之類的啊。有淋巴的話，我們就給它去掉。就是這個位置。你看，這裡氣管給它扯掉。這個土麻鴨很乾淨啊，沒有淋巴，直接剁。屁股給它切掉，這2頭很腥很臭呢。好，大概就這樣子就切掉了。有的人很喜歡吃這2頭剛剛切的那個東西，就對於我來講接受不了，很臭。然後直接剁。直接這樣子剁條就可以了，直接剁條，因為這個鴨子本身比較偏小。這個鴨子我們看一下它的舌頭還在不在啊？舌頭還在。一般凍貨的話就是沒有舌頭的。這就處理好了。現在我們来處理一下這個火底料啊。鴨子大概是2斤半，螺絲也是2斤半。那這個底料的話，我們取1半就夠了，半斤。這個味道就已經很足了，直接切散就可以了。這個沒有什麼講究。好，底料切好了之後，再準備一點薑，再準備一點大蒜、姜蒜，然後還有這個泡好的筍子哈。如果没有筍子的話，也可以不要。這個加進去就是為了增加它的鮮味和口感。這個超級簡單，燒的時候放到一起燒就可以了，切碎。這個薑呢，拍一下就行，拍一下跟這個鴨子放在一起。蒜也是輕輕拍一下。好，跟鴨子放在一起，直接操作。第一步，我們先把田螺焯下水。然后我们把这个田螺抓洗几遍，如果怕割到手的话，戴一个手套。虽然说这个静养了很长时间哈，但是呢，因为它剪了屁股，还是会有一些杂质，是很正常的。抓洗个5、6遍就可以了，然後直接下鍋。田螺下鍋倒點料酒，鎮一下它的腥味。然後抓一點鹽下去，這個時候多動一下哈，把它這個殼看到沒有？它這個外面這層殼給它動一下，它會掉。好，這時候我們倒出來，把鍋洗一下。第一遍焯的水啊，它其實是有一點味道的。洗一下鍋，再焯一遍，再倒下去，直接倒。看到沒有？它這個就掉下來了，這種。好，你再看一下，你看上面這種全是它的那個殼。你在攪動的時候，它那個就會浮起來，然後給它打出來。看到沒？好，這下焯的水就稍微乾淨一點了。開了的時候，我們再撈一下，看到沒有？它這個殼就掉出來了，然後再倒出來。好，這個時候有個比較重要的工作就是聞，因為這裡面一旦有一顆是臭的，你這一鍋菜燒出來都有一種很怪的味道。現在就是拿是麻煩一點，就是把它這樣拿起來聞，它有臭的，它始終都是很臭的那種，它不是一般的臭。它這個其實有點正常的腥味是正常的，但是聞到明顯的那種惡臭它就不一樣。
都不用每一個去看，因為這種田螺吧，在所難免，有的時候它一整顆田螺裡面它沒有肉的，它是那種泥沙，帶着惡臭的泥沙。你如果說不經過這一步的話呢，燒進去，如果裡面有個2、3顆的話，那就廢了一整鍋菜。不錯，沒有一個死的，沒有一個臭的，非常好。好，鍋裡面放一點油。第一步的話呢，我們是炒鴨子。像這種2、3年的老鴨子啊，就是小火慢慢炒，把它的膠質炒出来，把它從這個白色的鴨子，一會兒會不加任何東西都可以把它炒成黑色的。黑色的原因就是它皮裡面的膠質全部出來了，這個就類似於张飞鴨一樣。而且邊炒的時候呢，我們要把它的油打掉，把油給它弄出来。這个過程裡面，我們把這個白芷丟進去，這個桂皮丟進去，八角3顆丟進去，慢慢的把這個水給它煸乾。這種菜適合批量生產，做出來了之後，飯店裡面賣的話，一般就是來一份打一份，提前做出來了。它慢慢的會粘鍋，粘鍋的時候我們就去推這個鍋底，我們就慢慢炒，把這個油炒亮色了之後把它打起來。好，這個油已經變清亮了，現在把它打出來。這個油可以放着哈，用來下面條啊什麼的都可以，很香的。這裡面有很多鴨油。現在的話就是這樣子推炒啊，不讓鍋裡面粘鍋就可以了。開小火推炒，推的時候只需要刮中間就可以了。慢慢的把這個鴨子煎香。這個鴨子的話，這樣子越炒越香。在這個基礎上，你要加什麼都可以，加啤酒燜一下也好吃啊。這個老鴨子的話，就這個做法，是把它香味完全激發出來，很好的一個。哇，越來越香了。看這個鴨子慢慢開始變黑了哈。好，這時候又可以搞點油出來了。好，接着炒。好，炒成這種帶一點點黑色的時候啊，我們就開始放這個福建辣椒王。為什麼用福建辣椒王呢？因為這個菜要燒1個多小時，這個辣椒經得起燒，它燒不爛。一樣的哈，這樣子爆一下。而且辣椒用整個的哈，不要用弄碎的，弄碎的它一會兒就煮爛了。現在炒了15分鐘左右了哈，放一點花椒，青花椒啊，花椒不用放太多，放多了會麻得發苦，大概就放這麼多就可以了。好，這個時候放底料，把底料炒化。現在這個鴨子熟是熟了，但是咬不動的，一會兒還要再燒，跟螺絲一起燒。好，現在我們把這個螺絲瀝下水，瀝下之後螺絲也下鍋。這樣子炒一下的話呢，這個螺絲肉也會更加的香一點。好，這時候放水，這個水的量呢，就是正好没過這個原材料大概1厘米就可以了，這樣差不多，你看，差不多就是1厘米。然後大火燒開。好，現在燒開了哈，像這邊這個是油泡哈，它不是說髒東西，它是火鍋油裡面的油，我們就不用管它。大火燒開了之後啊，讓它這個油跟水融化一下，一定要大火，它才能夠乳化。你看它融化了之後，這個泡沫就沒有了，剛剛的油泡子就進去了，現在就徹底乳化了。這個時候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點，
這是調火候，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。我们把这个火调到它基本上不怎么冒泡，看，基本上调到它不怎么冒泡的那种状态，就小火给它吊住，大概吊1个半小时，它这个味道也进得去田螺里面啊。这个田螺呢，吊1个多小时以后，它里面的肉很轻而易举的就可以吸得出来。如果说田螺煮的时间不够，这个肉搞不出来的。然后这个鸭子啊，这个土麻鸭它也很老，如果说不烧够1个小时以上，鸭子也咬不动。这个在起锅之前40分鐘下筍子，筍子下早了，煮久了之後，這個太趴了，沒有口感。好，我們就等着，讓它慢慢低溫慢煮一會兒啊。好，現在我們這個已經燒了有1個半小時了，現在搞一點呢，嘗一下味道怎麼樣。先試一下這個鴨子，試一下。正好，非常入味，又咬得动，很香。再試一下這個筍子怎麼樣？很脆，絕了，非常非常脆，又香又脆。嘗一下這個田螺怎麼樣？田螺非常入味，非常不錯。田螺的話，把雞精、味精一放。它的味道要再重一點就好吃了，調點味精，就是給它來一個錦上添花，放個5、6勺就可以。然後呢，我們要放1勺白糖，糖呢不要放多了，就只放1勺，給它轉一轉，然後把火頂起來，只有開大火，讓它這個油的香味還有湯汁，它這個油和湯汁一起乳化一下，再次把味道收到田螺裡面去。剛才面上的那層油已經浮上了，大概有這麼厚。大火一開，讓它乳化一下，味道就又豐富起來了。OK， 可以關火了。你看啊，這個湯，這個油呢，它就已經乳化了，看到沒有？它就不是像剛才一樣打出來都是一層油浮在面上。現在呢，我們給它出鍋。我來試一下。我們在走菜的時候啊，抓一把蔥撒在上面。我再來嘗一下加了雞精、味精調過味的這個怎麼樣啊？我先嘗一塊筍子哈。你看這個筍子它是煮了大概是半個小時的時候放進去，這個煮了總共是1個半小時。嘎嘣脆。嘗一塊鴨肉，搞一塊鴨肉來嘗一下。這個鴨的話，不要買市場上面那種肉鴨，那種肉鴨燉個半個小時、40分鐘就爛了。一定要買這種土麻鴨，一定要買2、3年的土麻鴨，在這個湯裡面燉，越燉越香，越燉越入味。非常好吃。要嘗一個這個田螺，吃這個田螺的時候，有時候你吸不出來，先在田螺尾巴上先給它吸緊一下。然後再反過來吸前面。田螺很入味。這道菜而且做起來非常簡單，無非就是花點時間。學起來，這個一盆吃完了，湯別倒，燙東西啊，非常非常的巴適。好了，這一道我自己創新的菜分享給大家，以後會有更多的菜繼續跟大家分享。拜拜。